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4月份你的运势情况。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又来了一个月运势的这个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想来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为大家找到4月份你在哪一个方面的运势会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整体4月份能量的一个运转情况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呢，关于我们在工作方面，关于我们在这个情感方面还有这个学业方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么来自宇宙有哪些重要的提点，我们来给大家传递这个重要的讯号。好了，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选牌呢，跟往期的月运势占卜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面前是3个不同的能量牌卡，然后呢，每一个能量都非常的不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那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直接简单的数字能量我们今天的牌卡是数字7。然后呢，今天我们所配的这一个能量的一个小物就是数字7，所以它跟我今天有把这个小物的能量调整到和我们的能量牌卡一致。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这边的一个牌卡能量是月亮是月亮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月亮星星嘛，对吧？就是月亮那么主题是月亮，所以我选的能量小物就是这个月光石。这个宝石的英文就是月亮石头 Moonstone 月光石，或者是月亮之石。好，再接下来呢就是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么你们的这个牌卡能量呢是琥珀。琥珀不属于原石它其实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个产物。我们在琥珀当中有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昆虫它们的化石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琥珀里面就有一个蛾或者是蝴蝶这个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配的能量宝石也是这个琥珀。所以今天我有把这个宝石的能量和牌卡的能量就是调整到一致，方便大家去做能量的连接。好了，那为了方便你们跟每一副牌的能量呢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4月份我的运势是怎样的呢？请宇宙把4月份我的好运还有运势的变化给我重要的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呢去感应，去连接，究竟当下呢哪一副组牌的能量有跟自己产生连接，有吸引到你。那如果呢这边有朋友就是对2个牌的能量呢同时有感应的话，我会建议你2组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你的能量确实是被分到了2个不同的牌组里面。那也就是说，你点开2个牌组的能量来听，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有对应和关联的讯息。好了，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
我们就一起来看4月你的运势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啊！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选的是能量数字7啊，数字元素啊。我觉得从这个数字元素当中，我可以感应得到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在4月份当中，那数字7呢会是你的一个幸运数字，因为今天我给大家先看的这个牌就是你4月份就是哪个地方你的运势会最好。会在哪个地方是你的运势的强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4月份跟数字有关的东西可能会是一个你比较擅长的，你的反应速度会很快的，或者是能有助于你的一个很厉害的能量磁场。比方说你很能计算，计算能够帮助你成功啊，或者是你很能够去捕捉数字，数字的敏感能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 OK，那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数字7。数字7其实是一个蛮有灵性的数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牌卡怎么说。他说呢，数字7，全世界好些这个文化当中啊，都是觉得数字7是一个幸运的数字。我们包括这边啊，有个圣甲虫，它就是告诉你啊，你4月份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数字7在身边，它可能也能帮你去增强你的运势。因为我今天拿到的这个能量是增强运势的啊，它不仅仅是好运，还能增强你的运势。那么它讲的是，比方说有这个世界的7大奇迹啊，我们一个星期呢有7天，然后呢这个古兰经里面啊，我们这个天堂是有7个，还包括这个印度的这个文化当中讲的是上面的世界有7个，下面的世界有7个，所以它都是数字7。包括这个赌场当中啊，这个 jackpot 它可能也是有数字7的能量，数字7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幸运的能量。所以呢，从这些从古到今啊，从这个外邦文化到我们现在的现代文明，数字7一直都被人们所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能量数字。 OK， 那我自己呢也是蛮喜欢数字7的啊，所以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数字7啊，这个数字能量将会是你4月份的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塔罗牌，我们来抽牌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个4月份啊，你的能量运转，我们看的是这个运势嘛，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我们来看你的这个4月份运势是从哪里到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接一下你4月份的运势，感恩宇宙。好，我们来抽牌，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4月份的运势是怎样的呢？感恩宇宙。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一个圣杯王子或者是圣杯骑士啊。好，再来。第二张牌呢是，好，我们这样放一下。第二张牌呢，这是一个权杖8的逆位。好，第三张牌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Justice 逆位，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是金币10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出现的是圣杯1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的这个运势4月份能量是怎么样的一个流转，它的方向啊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能量啊，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感应到的是来自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其实4月份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生活的重点啊，是有关于跟情感有关的话题。比方说你的这个个人的感情，包括这个爱情方面啊，或者是说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亲情、跟你的朋友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会更加的，就是让你觉得它是有这个能量重点的，你需要去关注它。OK， 这边我能够感应到这种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变得比较的舒畅，怎么样去滋养自己，我们所谈的这个爱自己啊，疗愈自己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关于自己的梦
这个梦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是梦想，是有关于美梦啊，美梦就是每个人他其实这个梦想吧，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感觉是一种事业当中的，或者是这个个人成长的啊，我要怎么样成功，这是我的理想，就是有一种很高很远很大的感觉。但美梦就不一样了，美梦是我们想到以后那个嘴角会上扬的东西，它有可能是一餐美食，对不对？它不一定是跟高大上连接在一起，也不一定跟我们的成就连在一起。美梦可能有的时候是你跟你喜欢的人能够在月下牵手，是吧？这个东西和这个我们所谓的个人成功可能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联系啊。但是我觉得美梦的能量呢，在第一副牌的朋友4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强烈的一种，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啊，你会有一种感觉，平常可能你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美梦，但是4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会对自己的美梦有很强烈的感应。OK， 我这边感觉到是这种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4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呢，感觉不是一个就是很激进的月份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4月份的时候对于你来讲，它更像是一个要活在当下，要感受你的周围包括你的心里的这个美梦我觉得你要去看向的东西是比较更加的就是这个能量磁场，它不是一个外放的感觉，它不是一个很强烈，就像射箭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冲过去。4月份的时候更像是一个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有事情值得你关注，值得你细细的品味，是这样子的一个4月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圣杯骑士在这里，而且这个骑士他并没有冲，他是停下来，他在看着这个圣杯，圣杯里装的是水，它是我们的内心的明镜，它是我们看向自己的心里面那一个我们想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糖，是我们心里想看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一个美梦，对不对？那么美梦成真才是每个人可能真正应该去追寻的那个心理的方向，而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在告诉你所谓成功的定义。所以我觉得水元素是一个更加个人化的一个东西水元素非常的个人化，相对比于土元素的话，水元素更加的就是私密更加的私密，那是我们心里别人不知道的那个秘密，是我们觉得好的，或者是我们觉得特别不好的那个东西，对吧？所以我今天看到第一张牌就是这个水元素的骑士那一个呢，还有一个能量也是挺有意思，值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去关注我们这一组抽到的能量水元素的骑士是骑士能量，骑士而且是正位的。那骑士呢，都是带有一种运动感，情感上面想要去追逐什么，想要去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可是我们接下来的3张牌，我们第2张牌是有个副牌的嘛，但是我们这里的牌卡全部都是逆位的，全部都是逆位的，说明什么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情感当中，如果想要去追寻什么的话，如果你想在情感当中去看到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就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情感的东西是需要去向内品的，而不是向外去求，或者是向外去追逐。它更多的是一种可能是有一点被动的呀，或者是有一点静止的呀。可是这看起来的所谓的被动和静止阴性能量它其实也蕴藏着和阳性能量同样对等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换位思考这是一个换位思考。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比方说你给自己就是做一个判断嘛，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阳刚的一个性格，比较外放的话，我觉得4月份的时候你需要调整自己的一个步伐调整自己的步伐，慢下节奏，能够对你的这个4月份我觉得是起到能量的加持。那如果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能量就是你的这个个性，你对自己的一个评判就是比较内向然后内敛或者是你比较注重一些细节然后呢也是比较在乎你的内心的情感很在意自己的一个内心世界的健康那你的4月份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去完成自己的
功课啊。比方说地主牌坊，你4月份的时候，就你本来就是给自己有一些比方说精神上的一个课啊，或者是你去修炼呐，或者是你有一些这种冥想啊、打坐这样子的一些就是给自己的这种要求的话，4月份的时候，你能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不错的一种进展，或者是你能在这些方面看到一些很精进的、很好的成绩。好，我们再往下看啊，4月份你的运势情况，我们来往后讲。第一个呢是权杖8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就是在讲有的时候呢，如果是盲目了一点，就是往前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许并不是好时机。我觉得权杖8有几个点，第一个，需要想往前冲的朋友更加明确这个目标，明确这个方向性。方向如果太散，你的能量的这种集中密度不够，那么它就会走得不精准，显化的不清楚。如果说你有很想去外放，想要去达到的目标，4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先明确它的方向，明确它的细节，看向它究竟应该怎么走，然后再来做，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思而后行，一定能够让你的这个效率100倍，一定会让你的效率100倍。所以呢，我觉得4月份的时候冲动的快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或者是你大胆的冒险也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能量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时机，我们怎么样去把握，怎么样去顺着它走，对吧？所以我看到这个能量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点吧，就有的时候我们要冲，甚至是盲目的冲，因为那个能量运势在那里你也许就能看到好的一些成绩，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不能冲冲的话不一定有好结果。所以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提点，就是我觉得4月份的时候不是一个冲的时机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这种能量磁场所以就是多思考，然后呢多观察你的身边和周围我觉得有一些外放的东西呢可能会再往后一点吧感觉这个4月份更加多的是往内看就是你身边周围而不是很远的东西，你去多看，你去多照顾，你才能够看到这个4月份宇宙给你的这个惊喜宇宙给你安排的礼物在哪里。好，再来呢，我们有一张牌是 Justice 和这个金币10的一个逆位这个牌呢有几个很特别的能量然后呢特别的讯息给的是非常极少数的一些朋友首先我们来讲比较大众的，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什么呢？就是4月中下旬，4月中下旬，就是大家要去注意跟家庭有关的事宜跟家庭有关的事情，就是家庭关系婆媳矛盾呢这个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事情呢大家这种会不会有什么矛盾呢？有什么苗头有没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之前就没有解开的心结呀这些事情大家要注意，要小心。因为我这边看到了2张逆位的金币10和 Justice， 就感觉有些事情呢有一点不公平，受委屈，或者是没有被公平的对待，这种能量有一点像是在4月份的时候是一个很凸显的一个感觉。那么这样子能量里面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善于沟通，善于表达，然后呢就是感情牌。有些付出不一定是物质的，有些付出是非物质的，比方说情感的付出这也是一种付出，提供了情绪价值，提供了爱，这种付出是不能够用金钱去衡量和对比的。而这种付出往往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却没有一个标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往往这种付出都是在跟最亲的人之间才会出现的，而这些付出是需要我们在亲密的无论是朋友也好，爱人也好，这个家长孩子之间也好，还是各种关系就是我们需要在亲密的人之间，我们需要去平衡好自己，也平衡好对方。想要这个关系平衡，如果对方不能够去主动的调节，我们就需要自己来调节。
通过加砝码，还可以通过减少这个砝码的重量，来让这个关系更加的和谐。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付出很多，对方都其实并不想要呀，然后也没有给你回应呢，你就知道，也许你的这种付出，对方他不是很，就是他接受不了，说白了也就是他接受不了。那么你就需要去考虑你的方式和方法，甚至停止做这些事情。因为有的时候给的太多会给对方造成压力。好，这个是第一个，这需要智慧，也需要我们去领悟。所以你看，要向内去追寻，我们要静下心来，多观察，多看。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增加砝码啊。如果说在这个关系当中，对方认为啊，你一直都是那个得到好处，你一直都是那一个接到爱的人，而你没有去观察他们的诉求，他们的需要的话，4月份的时候，这个关系需要进行一个调整需要进行一个调整。也许来听这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关注他们了也许你需要，比方说从关注自己，比方你关注自己的事业关注自己学业关注自己你需要去关注他们，这样子关系才能平衡这样关系才能平衡。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的几点。第一点，刚才是 general， 现在我们来讲几个很具体的。第一点，关于结婚、离婚等等相关的事情，4月份的时候这个能量有凸显，特别是离婚，而且还是跟官司有关的跟离婚，你像离婚也是官司，跟离婚跟官司有关的能量4月份需要大家去看一下，因为这个能量有显出来。第二个，跟你的稳定工作有关系，跟你的稳定工作有关系。4月份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些能量，我觉得是他在告诉我，这边的能量是有不公平的，有一点失衡的东西。那么你们需要去看了，一个很稳定，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在4月份的时候有什么地方它失衡了，你们需要去调整然后刚才我就讲了，一个是离婚嘛，再一个呢就是跟官司，跟钱官司挂钩的一个什么东西，你们需要去看一下。4月份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些能量需要大家去仔细的看，要看细节，因为这个能量是逆位的所以是一个提点。那么最后呢是圣杯1的逆位，一个新的开始可能是跟这个能量是紧连在后的这个东西它在4月份需要一个调整，需要一个改变，因为它需要去从有一点不平衡到达平衡，紧接着就是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开始，就在4月中下旬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酝酿了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能量它的持续时间不长，2周左右2周以内就能解决。所以无论是官司相关的，这个是亲密关系相关的，稳定工作相关的，有些事情2周之内就能得到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解决。那么这个事情解决好，调整好，就会有新的开始，就会有那种内心放松了，就会有那种心放下来了，就会有那种终于可以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了，走入下一个阶段了。这种能量会在5月份的时候出来，因为我今天的圣杯1是逆位的，说明这个新的开始我们已经能看到，但是还不能把它抓住能看到还不知道，还不能把它抓住，因为当前圣杯是逆位的嘛，就像圣杯里当前有这个八爪鱼什么贝壳对吧？它放在这个很稳可是呢逆位的，就感觉到水里的东西还不能真正的被你hold 住，圣杯是用来装东西的，还不能装进来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要进入你心里的东西。圣杯元素它已经显现了，它已经有这个崭露头角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被你抓住，或者是还没有真正的走进你的心里面。可是这个东西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走入你的心里
啊，就是走入你的心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能量啊，因为我们只看1个月啊，所以说第1副牌的朋友，这是我们今天连接到关于这个运势能量啊，它的这个运转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具体的对应。首先来看一下工作方面啊，我们今天这边有一些跟工作方面的讯息，看一下啊，跟工作方面有关的，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第1组牌的朋友啊，跟工作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富裕啊，是富裕。他说的是再更进一步的去调研关于这个主题，你研究的越深入，你就能找到更多的真相。那么这个努力的付出，这个努力的探寻啊，是值得的。这个是典型工作当中啊，我觉得这边有一些，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牌跟我们的这个塔罗牌能量要连起来看，跟工作有关的啊，我们这边是 Justice， 就是公平正义的逆位，加上金币石的逆位，跟工作方面有关的。第1副牌的朋友，4月份呢，你们去多调研，你看能量是不是？它不是往外去做，它也不是去做报告，也不是去什么搜寻。我觉得这个调研是什么？调研的是信息，信息的调研需要你网上查的资料啊，图书馆查这个历史记录啊，需要你看数字啊。你看数字啊，工作方面数字比例啊，这个是利润表，会计里面的那些表，那些什么比例，你把这些东西看清楚啊，包括合同里的什么分成比例啊，合同里面的这个罚款比例啊，这个合同里的这个收益比例，多看数字，你把它算一算，多算一算啊，算一算，你调查的越深入，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相。这个真相能够在工作当中，在你的财富运势里，在你的这个投资里面帮到你一大步。所以你看，想要富有，想要富裕，想要变富，需要做很多的调研啊，要 research， 你要搜寻。投资的朋友，我想你们一定会很有感觉。这个投资啊，不是随便投资，是不是？一定是多做调查，多做调研，查看历史记录。那么这个 search 就是既有过去的信息作为数据，也有当前的信息作为未来的分析和你的预测，那个是针对于当下和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历史记录、当下的这个政策和未来的趋势，你需要去3方面做判断。无论是工作，这个投资想要去致富的朋友，想要去开拓的朋友，你们都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能够让你们的财富翻番，对吧？我们今天数字7是好运能量，数字能量，一切跟数字有关的，要细看要深入的研究，你能够变得更富有。第2张牌，第2个对应第2个对应呢是感情，我们来看一下好，看一下感情，这个是第1组牌的朋友选到数字7的朋友，4月份情感看一下情感是怎样的。而且这边你看这个富有水是财水是财，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我觉得有一个新的致富机会也在这个地方。4月份虽然还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通过调查找到这个方向，摸清它的这个东南西北的位置，然后5月份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你心里发掘的这个宝藏来让自己富有。好，看感情了。感情这个能量就对应的更好了。感情是什么？新的爱在路上，逆位，圣杯1是逆位，新的爱情是逆位。4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关于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想去吸引新恋情，想要一个新的恋人，或者是说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你有新的爱情的能量在路上，无论你想不想要，我都能感觉到有一个新的恋人
或者是有一段新的感情在路上需要大家耐心，或者是说你需要更好的去打开心。那么这一组能量呢，也有可能是在讲有些朋友啊，你要看清楚自己的内心，你要看清楚啊。圣杯骑士在看这个圣杯，看的是什么？美梦。你的美梦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感情，什么样子的恋人，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才会让你觉得是美梦成真的。爱情啊，可以很甜蜜，但是爱情呢，也可以非常的累心。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美梦，你有什么期盼的话，我觉得是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就越能够去得到什么。因为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就能够去判断什么东西不要，放弃不要的，就能够把对的位置腾出来，给对的人，给对的关系，这样子你能够更好的把握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所以我看到这边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新恋情啊，新恋情在路上，新恋情在等你打开。虽然说4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圣杯1的能量是逆位的啊，就感觉到有些东西还没有真正的放在这个圣杯里，就像那个种子还没有真正的扎下去，它还是一个漂浮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种子已经找到了那个方向，至少是对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新恋情啊，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契机，需要一些培育啊，请大家有耐心。新恋情，如果说当前有稳定情感关系的朋友啊，有稳定情感关系的朋友，其实这边我还是会觉得，如果是稳定情感关系的话，大家需要去考虑的就是这个平衡问题。因为如果是稳定的话，可能是已经结婚了呀，可能是已经这个比方说老夫老妻的感觉啊，然后大家的这个情感很稳定。我这边看到是金币石 Justice 的逆位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两个人关系走久了，会不会某个人对于某些事有一点当做理所当然，因为是逆位的。又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些人就是有关系里有一个人看到自己最近有情感诉求，有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情感诉求，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大家相安无事啊。我说的是老夫老妻这种哈，但有的时候就会突然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有情感诉求，那么另外一个人是需要配合的，大家要一起去滋养彼此啊，滋养彼此。那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的那个语录啊，忘记是谁说的，但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们的目标一致的时候，它不存在支持，大家是很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就好像老夫老妻之间最近目标很一致，就是赚钱，就是去养家，就是去把这个家的经济基础搞起来。那个时候就大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就是大家就是赚钱工作，好好工作就可以。但有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累了，突然有一个人工作当中碰壁了，遇到了一些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需要恋人的理解，他很需要爱人的呵护，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人还想冲事业，还想像以前那样，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行。所以什么是支持？支持是两个人目标可能不太一致的时候，并不是相反啊，不一定是相反，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的这个生活重点有一点不太一致了啊，这个人还在一条心搞事业，那个人却从事业当中撤回来了，短暂的时间撤回来，希望这个恋人或者是爱人给自己一些温暖。当这个想法目标不是那么一致的时候，相互能够理解对方，能够去调整自己的节奏，这就是支持。这就是支持，就两个人的那个目标可能没有完全一致的时候，但是彼此能够照顾彼此的需求，这是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讲得非常好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有点像我这边看到的，也许有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在事业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另外一个人需要给这个人一些更多的爱需要去，我觉得是调整一下的。那么这个我们所谓稳定关系就会更稳定稳定关系就会更稳定。老夫老妻里面也能培育出新的感情，小别胜新欢，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物理的分离，有的时候是两个人又经历了一次事件，又一起解决了什么，那么这两个人的感情就会更上一层楼了这个感情就升温了，就加强了。OK， 就是
renew 啊，重新啊，又续上了这个爱的滋养，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感情。好，最后一张牌呢是宇宙给你的指引，这个是一个补充讯息啊，看看我们还有没有遗漏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宇宙想要在这个地方呢还想再说一说的啊。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好，感恩宇宙。第一组牌的朋友，4月份你的运势是怎样的呢？孩子啊，孩子，小孩的能量啊，小孩的能量在4月份的时候会出来。一个是自己啊，重新回到孩子般的那种天真呐、无邪呀、玩一玩呐，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有小孩，或者是你是你父母的小孩嘛，家庭关系啊，我还是会觉得家庭关系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4月份的一个还蛮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 topic。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需要你们去关注，需要你们去调节啊！而且你的人生使命，这张牌给的是你的人生使命啊，可能包括帮忙啊、帮助啊，作为老师、作为长辈、作为这个教导小孩呀、疗愈小孩啊，去比方说作为老师啊，也许你是老师。也许你是这个孩子最亲密的这个父母亲呀，孩子需要你啊，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啊，你的父母亲可能，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跟你之间有一些互动，很重要的一些互动。OK， 我觉得是跟这些有关的，带孩子出去玩呢，让自己成为孩子出去玩一玩呢，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能量提点给一些第一组牌的朋友，好不好？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啊，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带来4月份你的一个运势提点。那么希望这个信息呢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带来好运，带来指引。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颗月光石。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呢，是来看一下你4月份运势情况会怎样。那么今天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为你首先连接的是有关于你4月份最强运势或者是好运的能量会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月亮是月亮。好，月亮呢，其实这个能量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就算是在占星当中，其实太阳跟月亮两个也是特别值得你去关注的，可以说是头等重要的2颗星，你要去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方位啊。那么如果不去看占星的能量，我们只是看月亮本身的能量的话，那么月亮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潜意识，月亮呢也同时代表着保护、守护。那么月亮连接的是我们内在的世界，是我们的心理，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感受。它教会的我们并不是去像太阳一样，我们去比方说行动去成长。相对应的，月亮让我们学会接纳，学会感受周围的一切。所以无论是太阳还是月亮，它们的能量不分所谓的高大强弱，它是2个不同能量的，就是一个能量它代表的是2个不同的层面。最好的一个我觉得解释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阳阴阳的能量是最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解释。那么今天我们抽到的月亮，代表的是阴阳2极里面的阴性阴的这一极。那么月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是让大家能够在4月份去滋养自己的一个月份，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样子的情感，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是可以得到很好滋养的一个月份。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去看向外，也就是所谓的显化。可是呢，大家要知道，一切的显化它从哪里来？一切的显化都从里面来，一切的显化的结果都从心里来。只有心里有了，我们才能够在外面看到它。如果心里没有，外面是怎么样都很难出来的。
所以我看到就是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4月份的这个运势，它看起来是阴性的能量，好像没有没有怎么样啊，但实质上这样子的能量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反而才是有的这个是我感觉到的。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个月亮很重要。那月亮呢也会是你4月份的一个守护的一个能量它能够保护你，它能够帮你在就是有点看不清楚这种地方，比方说黑夜，比方说不是很清晰有点迷惑困惑这样子的地方，我觉得带给你方向。因为今天的月亮不仅有月亮，还有星星有月亮有星星。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牌卡里的信息Crescent Moon 它是一个峨眉月它不是一个满月，它是一个峨眉月。那如果我们看峨眉月，这是一轮新月的话，这个月亮会教会我们种子 seeding 就是我们在讲播种的季节。如果这个峨眉月是残月的话，那么这个月亮在教会我们去学会释放，去允许它的发生，去接纳它的发生。这个发生是之前已经发生的，我们要学会接纳它，从而可以释放它，释怀掉它，去等待新的周期和新的开始，对吧？我们很清楚这个月亮的呢，我们平常讲的也很多嘛，对吧？然后呢，今天这个峨眉月讲的是在全世界好几个文化当中好几个文明当中都是幸运的象征都是幸运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仿佛有一股守护的力量会带给第二副牌的朋友4月份以好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亮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女性女性的气质，包括这个生殖能力 OK， 这个孕育新的周期。那么它讲的是就是在罗马当中，这个峨眉月变得非常的有名，变得非常的这个流行就是因为这个它能够去保护女生抵挡这个邪恶的能量去保护女生抵挡邪恶的能量。而且它跟这个狄安娜女神，这个也是那个罗马神话当中狄安娜女神经常就是有那个月亮，她也是狩猎女神，对吧？她有月亮。然后呢，这个湿婆，这个是印度文化、印度神话当中的湿婆，她也是有一个这个月亮在她的那个头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2个能量很强大的罗马神话这个是月亮女神狄安娜，狩猎女神也是狄安娜，或者是印度文化当中的这个湿婆这个湿婆很厉害这个是毁灭女神，对吧？当然她也是创造女神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2个女神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月亮的这个能量有所显现。然后呢，这张牌讲的是如何去获得你的好运如何获得你的好运。他说的是带有月亮形状的珠宝首饰，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卡子呀，女生卡子呀这个发箍对吧？然后男性的话可能手表吗？好像男性一般不戴这个月亮的手表，女性呢会戴月亮形状的手表可能是袖扣吗？大家看一下咯或者是耳钉吗？可以把月亮或者是一个什么月亮的一个装饰品放在这个桌上去帮你捕获或者是抓住和吸引好运来到你的身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1张牌。好，我们看到这里，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抽牌。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4月份的一个运势，你的能量运转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一起抽牌。好，我们来问宇宙你4月份的一个运势是怎样的？请宇宙把4月份你能量的一个运转情况告诉我们，感恩宇宙。 OK，好，第1张牌呢就是宝剑3第2张牌是宝剑皇后，然后这2张牌呢都是逆位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你4月份的一个运势，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应该是权杖9，对，权杖9的一个逆位。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是圣杯侍者正位的。好，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4月份的一个这个能量运转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运势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今天3张牌是逆位的，然后最后一张牌是正位的啊。我觉得从这个牌位当中可以感觉到，就是到了4月份的这个月底吧，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能量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而且我这边是侍者的能量，代表着新的消息，代表着一个新的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峨眉月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代表的2个能量啊。第一个能量呢，从宝剑3开始，我觉得它讲的是一种疗愈，它讲的是释怀，它讲的是放下心中的仇恨，放下心里的那一个郁结或者是堵在你心里的那些事情。有些事情呢，仿佛在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心里造成了一些我觉得是阻塞我觉得是阻塞。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牌里面日记里面，我觉得就是在你的内心世界，在你真正的一个心里面的那个世界里面，有一些让你很痛苦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是背叛，可能是欺负，或者是打压，也有可能是委屈，也有可能是这种让你觉得非常想改变但是改变不了的一些外在的东西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这3把剑插在你的心里你看3把剑插在这个心里，然后呢，外面的场景是暴风雨和乌鸦是暴风雨和乌鸦，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很有沧桑的感觉很有沧桑的感觉。那么这个乌云密布，仿佛这个暴风雨而且这个暴风雨是在现在进行时，它并不是说已经离去或者是还没有来。我感觉到就是这个暴风雨就是在当下进行时。然后呢，这个乌鸦其实它代表的并不是不好，其实乌鸦是信使，乌鸦其实也代表的智慧我觉得就是在暴风雨当中有这样子的一只鸟还能够这样如此的强劲的飞行其实它真的就是它的这个黑色完全不是不好。这个只乌鸦仿佛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种力量一种力量。而且呢，从这个能量当中我看到的是看起来很多的红色，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需要去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这个漂亮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强颜欢笑，比方说我们要故作镇定，比方说我们要去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的释放，就是我们平常在讲你不能太情绪化呀，你不能够太就是不稳定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我觉得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当你遇到委屈的时候你一定会情绪化，当你遇到不公的时候你当然情绪化。如果你连这些情绪波动都没有的话，那么可能你是一个内心非常冰冷的人，是不是？可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群从宝剑3看来的话，有正义感，有血有肉讲义气，或者是很重感情。但是呢，这些好的品质在就是某些特殊的情况，面对特别的人，我觉得是感觉到有伤到你或者是曾经伤到你，伤过你。那么这些事情呢，不能够成为我觉得是把你困住的一个东西。相反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张牌宝剑3，这个场景里面有人吗？没有。所以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包括这个月亮包括我们这个逆位的这个牌位，他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你要学会放下他们，让他们走，不要让他们对你持续的伤害。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伤害，比方说一句话一件事情，它在发生的时候是伤害你，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你一直把它放在心里，那就是对你造成持续的伤害。所以你要把他们释放掉，不允许他们持续的伤害你，因为他们其实伤害过你，他就已经造成伤害。所以你要做的并不是允许他们持续的伤害你，而是要学会疗愈。这个疗愈就是去释放掉他们，不让他们在你的心里卡着你，不让他们占据你心里的这个位置。你看这颗心，它的位置并不大，可是这颗心几乎已经被3把宝剑全部占满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位置，它有它自己的大小。这颗心它需要被承载的，
应该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就换位思考，换一个想法，这些人这些事情啊，他们做错事了，不应该你来承担这个后果，而是你要把他们释放掉出去，去追寻你的内心世界那束光，那个希望，把他们丢掉，把这3把剑拔出来，真正的让自己去疗愈心里的伤口。那么这些人这些事，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他们自然有他们的因果，而无需你去承受。而你要做的是继续接受你的好因果，去 seeding 又回来了啊！我们今天是第2个能量又过来了，我们刚才讲的新的能量，去让自己培育好的能量，让自己的心去接受新的希望。所以它的这个2个能量是连接在一起的。峨眉月它既是残月，又代表着新月。只有在残月的能量当中，我们做好了释放和疗愈，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空间感，去培育新的可能，也就是孕育新月的到来。我觉得这个能量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第2组牌的朋友，4月份你的重要的一个生活主题，并不是像太阳一样，我觉得那个是接下来的。你需要像月亮一样去学会接纳一些东西，去真正的感受，学会感受，从而去释放，从而让自己的内在世界进行一个调整，进行一个深度的疗愈，学会所谓的滋养，如何滋养自己的这颗心，如何滋养自己的这个世界，从而让自己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让自己好起来，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去微笑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你的世界，你来做主宰，你来我觉得是给它定义，好不好？来，我们往后了啊。第2张牌呢是宝剑皇后的一个逆位，那么这张牌呢同样又来到了一个风象元素，而且是一个宝剑皇后啊。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对于第2组牌的朋友来讲，你们其实是一群很有判断力，我觉得是很有头脑的一群人很有头脑，而且我觉得在一些事情当中，我觉得你们是很有自己主见的。但是呢，可能由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刚才讲过一些事一些人，对吧？可能会让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力量，甚至是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让你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一点困惑呀，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自己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好像自己的那把剑就是你手中的那个剑好像就丢失了。那么我觉得4月份就是找回心中的这把剑，找回你手中的这把剑，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宝剑皇后是一个逆位的，所以我能够感觉到有些朋友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太适合去做重大人生选择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能量连接是峨眉月，它是残月加新月。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决定是当自己能够真正的放下这些事情，不去感情用事，不去冲动行事，而是一切归于自己，一切由自己掌控。只有这个能量能够回到这个能量是从外界嘟嘟嘟指向外界，回到自己身上，一切为我而开始，一切为我而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出我觉得是很好的决定，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报复别人，不是为了让他不爽，不是为了让他去什么付出代价，而是你做这一切的决定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幸福、更快乐、更优秀。这样子你的决定就一定没有错，这样子这个决定就不会后悔这是第2张牌。那么第3张牌呢是权杖9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我会有一点劝第2副牌的朋友，就有些事情生活当中总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较劲，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当下去较劲，不能够跟他论一个输赢，因为不值得。而且还有一些事情呢因为这边很多朋友的能量在这边如果是感情里的一些事情的话，甚至来讲没有所谓的对错，论对错最伤感情。所以权杖9这张牌呢，如果是对在感情里的话，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放下这个执念没有什么对错，因为我看到是只有放下这个执念，这个感情才能重新开始，放下一些执念这个关系才能真正的注入爱的能量。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所谓的感情的事情，而是真的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的话，那么权杖9的逆位我看到是当下你不能够再坚持下去，如果再坚持下去你会受伤，而且这个伤害可能会比你当下看到的更加严重。我们在讲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纠正错误，我们有的时候要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也有时候我们需要及时止损。这里的能量在告诉我，有一部分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4月份你需要做到的并不是继续坚持，不是论谁对谁错，不是论输赢，而是你要及时的止损，一定要止损。权杖9的逆位，如果这件事情你已经在里面投入很多，你已经在里面花费了很多，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财力，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来到了一个止损的阶段。因为我看到的是在这个能量当中，你和另外对立面的那个能量里面，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更好。因为我看到其实只要你们把这件事情放下，你们马上就会变好，你们马上就会变好，新的机会，新的希望都在前方，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的世界可以立刻马上从你这个地方的一念之间天差地别。而这件事情，而这个人就是拖累你的那个人那个事情，而这个对立面的能量里面，他可能才是真正损失的那个人。就是看起来好像你损失，因为你不再去坚持了嘛，就好像你放弃了这个自己的权益或者是你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对错这个真理，对不对？我们可能觉得特别不开心，就觉得不好。可是有的时候你放下这个事情，你其实有更好的，就给人感觉是你的世界是好的，是对方对立面的那个能量把你拖住了，而对立面的那个能量或者是那个人的话，他如果失去了你，他才会倒霉，他才会损失惨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能量是这样子的话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要好好看清楚这件事情究竟怎么样去权衡利弊，怎么样去做选择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我们不去看他，我们不去看别人，我们也不去看外界，我们一定要把能量收回来看自己。只有看自己，一切从我出发，你才能够拨开云雾见青天，你才能够把眼前的这个障碍，眼前的这个雾把它拨开看清楚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组。我觉得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能量，你们还是要具体的对应一下自己的那个面对的是什么事面对的是什么人呢？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去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是大众占卜嘛，大家去看。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总结一下，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4月份是一个希望的月份。4月份并不是一个有很多行动、有很多外在变化的月份。4月份真的是一个内心世界做一个，我觉得是自己跟自己在做一个抗争，就是究竟自己的哪一个自己能够赢。有一个自己呢可能是自尊心不想输，有一个自己呢可能是那个所谓的小我，想跟他一争高下，想跟他对着干，想跟他干到底。另外一面呢是这个真我的能量，是你真正的灵魂的能量。这个能量在召唤着你去学会放下，去学会接纳，去学会去保护自己的这个能量，滋养自己的世界。一切从我出发，而不是把能量给他。那么这样子，这个人就会在你的世界里消失，因为你不再给他精力，你把他赶出了你的能量世界，而你自己的世界里会到来，会进入新的能量、新的机会、新的人，还有新的朋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3月底会出现的一个好运所以你看，我们的4月份其实是有种子的能量的4月份是有种子能量，这个种子代表的是希望，代表的是新的一切发生和可能。好，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看一下工作的对应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4月份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工作情况，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来自宇宙重要的提点给你们呢？我们来看一下，抽一下这个牌好，感恩宇宙。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来看一下工作 ，Wonderful，OK，
好，这个呢讲的是啊，有的时候在工作里啊，这个是对应工作啊，就是你太过于谨慎，太过于小心，其实是害怕冒险、害怕往前的一个借口。不要用这个借口错失良机啊！不要用这个借口错失良机。其实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完美主义、拖延症啊，完美主义和拖延症是同时出现的。就是因为谨慎，就是因为怕错，就是因为想追求完美，所以呢就不敢去做这个决定啊，去行动，去展开新的开始。因为一做就有可能错，一做就有可能发现问题。可是呢，完美不是状态，完美不是名词，完美是动词。你要记住的是，永远去做，才能够不断的去完美化。没有完美，这个世界没有完美，这个世界只有不断的去完美它。所以完美是动词，而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奇迹，就是在你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完善它，完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这张牌在告诉你，工作里有机会啊，工作里有机会啊。如果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没机会。机会就几乎等同于改变，只有变才能更好。不变只能原地打转，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好的可能。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工作当中有新的机会，但是机会和冒险它是绑定的。而且这边我能够感觉到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工作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往前的机会，向上的机会。那么你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停下来，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就是让自己停下来。因为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工作当中你值得更好的。4月份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强的种子的能量，新月、圣杯侍者，还有我们所谓的 wonderful 一切都是很好的，一切都是非常精彩的。那么如果你心里对工作有这个对精彩的人生、精彩的这个事业、精彩的这个人生旅程是有这种期许的，有这种上进心的，那么我想对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4月份行动起来，别怕失败，别怕冒险，做就对了，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wonderful 那么刚才呢，我想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因为我之前就是讲这一张就4张塔罗牌能量的时候，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太过于快的去向外，对不对？但是向外的能量我们是有的，就是这个圣杯侍者，只是说我们需要把前一段的这个功课，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残月这个释放、接纳、滋养，把这个疗愈的功课做好，当然我们可以向外，当然我们可以去展开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同时进行没有问题，只是说先后顺序、前提条件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好不好？我们把前面的功课，把这3张逆位的牌先把它做好，把它们摆正，我们当然可以去向第4张牌进发呀。所以我们这边工作当中给大家的一个具体的信息和提点。好，接下来呢看感情，看一下4月份来自宇宙对于你的情感、感情的一个提点是什么？好，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张牌还有一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这样子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感情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4月份的一个重点来看一下，这2张牌呢在一起，这张牌呢是隐藏在这张牌的下面，然后是这张牌也翻开，我们分开来讲分开来讲。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是首先来讲单身的情况，就是完全没有恋爱对象，完全没有恋爱对象的朋友，4月份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就只是一个就是比较像有一点点那个，比方说我对这个人有好感，仅此而已。
所以我觉得4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有桃花、新桃花出现，但是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到达桃花的这个能量啊，我觉得是不一定，要看大家具体的情况。但是我觉得4月份，尤其是4月底的时候，如果你是完全单身没有恋爱对象的话，其实有可能4月末的时候，过了4月中旬，你有可能会遇见新人，这个人跟你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朋友之间的那种感应之外的化学反应啊，而且这个化学反应呢还有一点强烈，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在讲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这个钟情呢，因为他是圣杯侍者嘛，所以我觉得就好像你认识了这个新朋友，你对他各方面都还挺满意的，然后这个人呢又是一个异性能量啊，我讲异性能量就是包括所有的我们在感情里的啊任何的一个性别，就是有异性能量的话，就是让你觉得诶这个人还不错哟，我要了解一下，然后他可能觉得诶你也不错啊，然后他也想了解你，就这种。所以我觉得4月份的话，如果是完全单身啊，没有任何感情对象的朋友的话，4月中旬以后，你有可能会遇见新的爱啊，这个就是待续，接下来再去发展，我们再去看。但如果说当前有感情关系的话啊，这个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看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当下有一些矛盾，两个人当下呢有一些事情在发生着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解决的。4月份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化解这个矛盾的好时间。首先呢，这件事情如果是感情里的事情的话，你们需要去对彼此有信任，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信任，并不对他，而是对自己。也就是说，你需要对一些事情呀有一些信仰，比方说这个信仰可能是针对于你相信自己的强大，你相信自己面对任何事情你都是可以搞定的。什么叫强大？面对事情都能搞定啊？就是当你看到，因为我们今天是宝剑三，当你看到背叛，当你看到事实真相的时候，哪怕这个事实和真相和自己心里的期待不同，但是你也不会睁住，你也不会闭上自己的眼睛骗自己。感情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闭上眼睛骗自己，但是这不是解决感情问题的方法。无论是什么事情，它都是有可能可以被解决的，但一定不是用骗自己。自欺欺人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第一个能量就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一些真相，要勇敢的面对一些感情里的问题，才能真正的把问题解开。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他，你需要去勇敢的表达你的爱，表达你的爱，这个几乎是主动表达你的爱。有些爱是可以挽回的，OK， 有些爱是可以挽回的，有些爱是需要去化解矛盾，然后是让感情更进一步的。所以感情里的事情永远都不是爱上某人就结束，感情里你的经营的问题，感情里的这种维系里的关系的这种艺术啊，一直都是我觉得是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提升，可以去进步的。那么第二个，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跟他的感情非常稳定的话，那我觉得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蛮适合，我觉得是做一些巩固和加强。就是所有的感情关系啊，我们分好几个阶段，有的阶段呢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有些阶段呢是没有问题但是加固情感。就像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呢你需要通过日常里的小事情来让对方了解到你们的感情还在。不是有一个什么7年之痒吗？7年之痒难道真的只是7年以后两个人就没感情吗？绝对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问题是巨大的，突然一下来到你的身上，然后你要去解决它，或者是不解决。有的时候呢，问题是很小很小，几乎说不上问题的问题，但是有一天当小的问题积攒，有一天就是大爆发。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可能有一天的大爆发，4月份适合做巩固加强。那么巩固加强包括增进彼此的信任，主动表达爱意。增进彼此的信任代表着比方说支持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支持彼此我们可以去问候彼此我们可以去为对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我们去主动的表达爱
我们可以去让对方知道我们就在他的身边呢，哪怕大家隔了很远，哪怕双方彼此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在旁边突然跟你说，哎，我在这边啊，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啊？你不觉得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更安心吗？做事会更加的有力量吗？所以有的时候爱是需要被说出来的，爱是需要被表达出来的，而不是总藏在心里。有的时候藏在心里，有的时候要大声说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的能量啊，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4月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阴性能量，好像也没什么事情要发生啊。但是4月份很关键啊，非常的关键。我觉得4月份也蛮适合做，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嘛。虽然说爱自己这个事情随时都要做啊，一直都要做，但我觉得4月份特别适合对自己好一点。月亮来了嘛，多对自己好一点啊。无论大家想在什么样子的层级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4月份都是一个好时间。最后一张牌，来自宇宙给你的提点。学校，这张牌呢讲的是4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学习。学习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学习是出了学校之后，对于你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我觉得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学习一些理论，然后呢运用到生活里。学习也代表着对于你感兴趣的事情进一步的去加强，进一步的去加深。学习也代表着谦虚，我们需要去谦虚的面对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工作、真正的学业、老师还是长官。谦虚它也代表着在生活里面，无论是对于上级还是下级，年纪比自己大的还是年纪比自己小的，我们都存有一颗谦卑的心，不骄傲不自满。那么活到老学到老，能够祝你成功，能够祝大家好运。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为大家所连接4月份你的运势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祝大家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琥珀。好，我把它放一边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能量呢，是关于你4月份的一个运势。琥珀啊，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能量也是琥珀嘛。他说的是，在好几个文明里面也都是幸运的化石啊。那琥珀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和宝石就是它不是那种石头，它是化石来的啊，它是化石来的。那这个化石呢，它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小动物的这个遗体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化石它的一个能量跟宝石不同，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这个琥珀的能量里面，它象征的意义也不一样。它这边有讲啊，就比方说，希腊罗马那边，对吧？希腊罗马那边呢是女人用它，就是以这种生育啊，很强的生育，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作为它的一个象征意义。然后呢，会有角斗士把他们带入这个赛场，作为这个吉祥的象征。然后也有古老的中华文化，把它誉为老虎的灵魂。所以我觉得从这3个很典型的古老文明当中啊，总结出来这个化石琥珀应该是有很强的，就是动物图腾的能量。有动物图腾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强的动物的能量啊。那么动物呢，它有的时候就是象征的是力量、灵活，对不对？然后呢，也有这种永生有永生的能量，化石嘛。所以你看老虎的灵魂啊，永生高贵，永生高贵。然后我觉得也是老虎的灵魂啊，我们在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让人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本质那么这个化石是有很古老的这个年月岁月感，所以它有这种永生的能量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如何去收集这个好运呢？它是收集好运，就是佩戴跟琥珀相关的一个东西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人群当中，在会议里面成为最厉害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很强的这种守护，然后呢在事业上，在这个名誉方面这个成就方面可能也是非常有这种助力的
毕竟是兽中之王，老虎的灵魂嘛，对吧？好，这个是琥珀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能量里面啊，我可以看到的是，对应在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4月份的运势当中，首先呢，我觉得，和力量相关的啊，和力量相关的，和动物相关的能量会很强。你们在4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强的动物守护神，在你们的能量磁场里面去帮助你们成就。我能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跟成就相关的能量，或者是跟地位相关的、名誉方面相关的能量，会是你4月份的一个好运所在。因为这张牌其实是跟好运相关，我也会通过这个牌的能量去找到大家好运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跟你的事业相关、社会地位相关 ，OK。而且呢，还会我觉得是如果有竞争的话，你们的力量会很强。那如果你还能够跟琥珀的能量做更强的连接，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携带或者是佩戴的话，或者是有这种图片，我觉得都能够让你更加的厉害，让你更加的就是赢到最后啊，有这种感觉，赢到最后。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关于你4月份啊，我们在讲塔罗牌里面能量的一个运转，我们来看一下你4月份的运势能量情况是怎样的吧。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抽牌。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关于第3组牌的朋友啊，选到这个琥珀石的朋友，你4月份的运势是怎样的？感恩宇宙。好，这张牌 OK， 宝剑6，宝剑5，OK， 宝剑皇后啊，全都是风象，权杖1。好，今天我们3张风象，然后呢，最后一张是火象，并且我们今天4张牌全部是正位的一个牌位啊。我们其实抽牌的时候，我这边都会有正位和逆位的一个能量，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逆位，有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是正位的啊。所以我觉得能量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首先吧，我觉得在4月份的时候有一种过关斩将的感觉啊，感觉到你们的能量就是通过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我能感觉到很强的通过啊，通过了，然后成功了，而且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这边的能量从风象转到了火象，所以说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当你想好了就成了。当你想清楚了，这件事情就成了，因为它是火元素，它的元素有改变。风象元素呢，其实它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个事情停在了我们的脑子里，停在了我们的思考里。思考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只有思考清楚了，整理清楚了自己的思绪，我们才能展开真正的行动。那么真正的行动也会有火元素1真正的行动也会有，真正的行动呢会在4月底的时候，5月头的时候更加的清楚和明了。整个事件会在5月份的时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能感觉到4月底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第一步，或者是4月底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就在前方。而这个所谓的这个曙光，我觉得是能够让你开心的，让你兴奋的，让你觉得很想冲过去的一个感觉。那么整个4月份能量的重点我们除了这个，最后我们看它的能量重点，3张风象的牌位。第一个呢是宝剑6，然后呢是宝剑5，然后最后呢是宝剑皇后。我觉得在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选择里，你们的思考当中有关于你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就是你想得到什么，他想得到什么，这个他也有可能是他们。OK， 他们包括可能是事情可能是这个另外一方面的能量可能是第三方就是我能感觉到能量之间，它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情况你不是一个独立的，而是你和另外一边的能量在做力量或者是利益之间的权衡和对比。那么4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你需要自己想清楚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可能在你的思考当中有一些相互对立的冲突的一些事情啊，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宝剑六吧，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首先是自救。自救的意思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并不想在这种争执或者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相关的能量当中，就是让自己停在那里。相对应的，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希望生活能够简单一点，或者是生活能够更加的平静一点。OK， 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怎么讲呢？就是你们的那个能量属性啊，其实是不属于那种比较臣服的。相对应的，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给我的能量的感觉是比较主导的啊。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我觉得你的能量本身是很有主导性的，很多事情就不是那种听别人的意见就算了啊。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人，你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很有自己的思考，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是一个可能会特立独行的人啊。就是有些事情，如果你不能够同意的话，你也不会去做，你也不会听他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还是你需要自己得想明白弄清楚。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如果我们怎么讲呢，就是一味的只想做自己的话，好像也不太可能，对吧？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有多方能量相互的牵制、相互的约束的。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虽然你们的能量比较的就是带有主导性，但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你们会选择，比方说退一步，选择绕行，或者是选择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是做一个抉择。所以呢4月份其实来到了一个你们需要去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啊。4月份的能量重点就是你们脑子里做选择。那怎么做选择呢？首先我能感觉到，就是整个来讲的话，这个选择的方向都是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服，生活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冲突、矛盾和对立啊。我觉得这个是主导，就是让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化石能量，就是能够赢到最后嘛，就是你要走得更长远，走得更长久，或者是让自己可以更加舒服的活下来，或者是生活下去。那么这就代表着，如果生活当中有冲突、有矛盾，或者是有紧张的话，那么我想肯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就会思考怎么样去离开他们，而不是在这种矛盾当中让自己就是沦陷。 OK， 所以呢在这里啊，你看我们的宝剑六会有天使在4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是指引大家一个新的方向。我觉得其实3月份的时候，3月底包括4月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会有一点挣扎啊，有些事情可能还是会觉得想不清楚，因为可能你们会觉得自己没有错，又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觉得不想认输，或者是你们心里可能会觉得凭什么是你离开？凭什么是你选择改变和放弃？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和思考。但是我觉得在4月份的时候呢，在你的所谓的这种想不清楚的思想里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有一点黑暗啊，就是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嘛，不知道该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加的就是想法更加的顺畅，能够让自己解开这个心结的话，那么其实是会有指导灵给你一些灵感。我们今天看到化石能量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指导灵是动物的化身啊，就是图腾动物指导灵会在4月份的时候来到大家的身边。所以这边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你喜欢的一些小动物，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动物能量会来到你的身边，给你一些指引。比方说我们这边看到这个鹅这个鹅的能量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这个 transformation 有关，它在提醒你，它在提点你，你需要改变，主动的去改变，可能是改变思考，可能是改变你的行为，可能是改变你的态度，也有可能是改变你行走的方向。那么这边也有可能会在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在这个电视里图片里可能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老虎。这个老虎的能量呢，它可能就是在告诉你，你是这个森林或者是你的这个环境里，你就是那个王，你不应该去臣服于别人，你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是吧？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是宝剑五看到是宝剑五，所以它是一个很强势的，或者是非常绝对优势的一种站在一个高处。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们所谓的天下大同当然是我们的理想状态，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选择。在这张牌里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人他是不救这个溺水的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有没有救这个人？他没有救，这个人在水里啊，这个人在水里，这个人就是站在这个甲板上。但是可以看到啊，当前的这个的环境就是暴风雨，然后呢有这种怎么讲非常狭窄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只能他一个人站在上面啊。那么这个人肯定是想上来的，或者是说这个人想把他拉下去都有可能啊。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情景究竟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有输有赢啊，有输有赢，有强势位的人，也有弱势位的人。可能在有一些很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所谓的有输有赢，比方说我们法律和官司里面就是有输有赢，有对有错，对吧？我们可能希望的是大家都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输赢得失存在，而且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有。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就需要去我们所谓的选择去选择取舍，是被别人吞掉，还是我们勇敢的站在前方去指引，并且去原谅那个可能之前那个过错方。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弱势位的人不一定都是对的，不一定都是善的，是吧？强势位的人不一定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比方强势，或者是好像他就有错，不一定。有的时候看起来弱势位的人，反而他的这个心里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更加的，我们所谓什么贪婪呐，或者是什么阴谋啊，或者是利用啦，都有可能。所以不存在强势位弱势位的人就一定会分个什么善恶高下，它完全取决于本心，完全取决于本心。不一定弱势位的人就一定是善或者是对的，也不代表强势位的人一定就是错的或者是剥削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无论是看人还是看事，我们不要把一些事情就是固定的一些东西放在这个框架里，一切都要看本心，一切都要看这件事情他的行为，他做了什么而不仅仅是他说了什么，还是他做了什么，他的发心是什么，他的念头是什么，我们才能最后的做出我觉得是很聪明的，或者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抉择和判断。其实在这个地方能量讲到这边呢，我会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具体情况不可能对应到所有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是对应到一些朋友的。这边我能感觉到，就有些朋友这边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4月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看起来能量可能是弱势位，但是如果你想生活往前推进，你需要做的是可能不心软，你要做的可能是勇敢的选择自己的路，而不是去拯救他人。OK， 拯救他人是需要力量的，是需要条件的。我们在拯救他人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做到的是拯救自己。就像我们在飞机上，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就是你想去给别人戴那个口罩之前，你需要给自己先戴上口罩。OK， 你需要首先救自己，只有你好了，你才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条件、方法去救别人。那么当你自己，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自己也是在一块板子上面，大海波涛汹涌，他如果去救他的话，也许他们2个人都会死，或者是说他如果救他的话，也许这个人最后会把他给推下去，都有可能我们这边当然是用这个牌卡的能量去看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情景。那么这边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就需要去看了，自己究竟在你的生活当中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事，遇到的是什么人你在什么样子的具体的环境当中。那么我想无论是怎样你看我们的第3张牌，它代表的是什么呢？选择和决定。我们出现的是宝剑皇后天秤座。其实这个能量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去评判，我们需要评判，我们需要去做选择，因为很多时候生活当中都没有所谓的两全其美，对不对？而且也不是所谓的所有的人都值得你的成全和牺牲。在宝剑皇后当中，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会在4月份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会做出一个我觉得是很理智的、很平静的一个决定，因为我能看到在你的决定之后，你迎来了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而且能量从一个比较，你看我们这边的蓝色系就是有一点忧郁的感觉，
变成了一个很红火、很阳光的很有希望的这种很广博的一个蓝图，对不对？我觉得你会遇到真正能够让你成长的，或者是真正能够让你充满希望的去生发的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到有些朋友其实在你们自己的能量磁场当中，我觉得你们都是岌岌可危的，你们自己都是可能需要去自救的，但是可能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还想要你拉他一把，或者是他还想把你我们这边这个能量可能还想把你踹下去其实你自己都很难自保了，但是你可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人可能他比你更加弱势为，他想把你踹下去，他想取代你或者怎么样那你需要的我觉得是看你的这个条件了。我能够感觉到就是可能这边会有一个选择会有一个强弱，他会分得很清楚很明显，就好像给大家一个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例子，就比方说你们两个人都在竞争同一个职位两个人都在竞争同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只有一个，所以它必将有输赢，必将有输赢。而第三组牌的朋友，无论你们是有真的心还是没有真的心，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如果这个机会属于你，你就勇敢的接没有什么好谦让的这种说法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属于你，你做了，你在上面，你才能够物尽其用，你才能发挥这个能量，这个位置不辜负的去做你的事情。而这个弱势位的人，这个输掉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因果，也许他并不适合这个位置，他适合的是他的位置，就是我们在讲人各有命人各有命，所以你只需要去抓住你的命运，你的运气。而那个人他看起来输了，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宇宙为他也准备好了属于他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终究不属于他，他没有得到，代表着他不属于这里，而你最终得到了，他就代表你属于这里。所以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好谦让的，也需要第三组牌的朋友在4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理智的冷静的去抓住自己的命运，去选择你该做的判断和选择输赢得失，我觉得他是在这个能量当中看就是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输赢，有这样子的一个公正在里面有这样子公正在里面。那么你们呢更需要的我觉得是抓住这个命运，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安排，权杖一，属于你们的东西在4月底的时候会降临。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这张牌会让你在4月底5月头的时候动起来会让你们动起来。好，我们现在来抽一下今天对应的能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工作吧，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提点。 OK， 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关于第三组牌的朋友，选择到琥珀的朋友这个提点是什么？ OK， 来 confident 自信，自信和这个自我这个是 ego 小我。自信不需要去感到羞愧自信是什么？就是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有勇气我觉得是你看有勇气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的高处就是我们所谓的勇敢的选择自己应得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这边有几个能量其实挺有意思的2点。第一个就是关于我刚才讲的，就连着我刚才讲的自信和我觉得是有一种，这边我感觉到了一种什么能量呢？我就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种就是你明明很好，你明明很高，你明明很优秀，但是呢我这边反而连接到了一种愧疚的感觉。你不应该愧疚，你不需要愧疚，你不需要为他人的失败去买单，就有点这种感觉。就好比讲你很好，但是你看到那个不好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弱势位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反复连接到就是这个有一种愧疚的感觉，可能你想为他买单，你想为他负责任，甚至你对自己的这种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怎么样我怎么样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就是因为太清楚了，反而有一种羞愧的感觉。可能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这边感觉到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位阶差，位阶有很强烈的差别。你们是自尊自爱自信的人，
冷静啊，逻辑分析有本事有才干的人，但是就是有这样子另外的一群人，他的能量可能就是那种小计谋、小心思、小心眼，然后呢他可能还会反而说你不对。我们这边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啊，优秀的人、自信的人往往会很谦虚，往往在自己身上找不足。那个不优秀的人，那些不努力的人啊，就是贪婪的人，他不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他还会去说那些好的人的毛病。那么好的人呢 ，OK， 有的时候会被这些这种留言吧影响。我希望第三组牌的朋友不要被这些能量影响，我觉得你们要更加坚定的做自己。OK， 我刚才讲过，弱势位的人，他们自有他们的因果，他们自有他们的命运的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 lesson 要去学，所以你不要去影响他人的命数，也不要去影响他人的这个命运的转折。OK， 你要顾好自己，顾好自己。这个东西如果很重要的话，更加需要交到有责任心的人的手里。我们之前看过一些历史啊，德不配位的事情不是很多吗？越是重要的位置，越要给有德的人。那么这边我觉得是有德的人，其实身上是有责任的。如果你逃避这个责任，反而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你需要自信勇敢的走上去，去领导，去影响。你看宝剑皇后，去领导，去影响，去走出一条更加我觉得是优秀和光明的路，给更多的人指引这个光亮和前方。这是第一条信息啊，跟着我们刚才的能量。那么第二条信息呢，是有一点不同的。这条信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自信、过于的自私和自我啊，和自信的能量之间的一个对比。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同情的心，我们需要有关心他人的爱心。如果在这样子的能量情况下，宝剑五啊，你是有绝对优势，对方完全没有机会。可是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加两全其美的方案啊？去比方讲，是的，这个东西是你应得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一点分心，就是分出来一点点的东西去与别人分享呢？如果你是强势位的人，你是这个宝座上的皇后，你有绝对的这种权利的话，能不能够让我们的权利不仅仅为自己为自己而用？我们能不能去守护、保护弱小的群体？这一份自信的心，能够让你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是你本身已有的新的东西，所以我这边看得到，就是有一部分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4月份的时候，也许你们会看到生活当中你的自信、勇敢、能力，不仅仅能帮助自己，还能帮助他人。而如果有一个人啊，他要是有能力能帮助别人的话，他又做了帮助他人的事情，这件事情能滋养他的灵魂，能滋养他的心灵。这件事情只有做了的人才知道，在你做这件好事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所谓的礼物，或者是这个做好事的这个回馈啊，其实已经在你身上了。因为做好事会让人很开心，也会让人很安心。OK， 所以我这边看到就是2个能量，但是我还是会觉得第一组的能量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更加多。因为这边讲的就是说，自信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能量是弱势位，但是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很清楚自己是谁，很清楚自己 OK 属于哪里，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我觉得这是你的天分，这是你的礼物，这是宇宙给你的东西，勇敢的站上去在正确的位置做正确的事情，这是你的责任，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朋友因为我们这边是工作嘛，感觉4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大任给你，你会接到一个很大的责任，你会拿到一个很大的项目，或者是说你能成功的拿到一个机会，一个 offer， 请大家勇敢的接。如果你是那个厉害的人，勇敢的接勇敢的去接，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做好事不仅为自己也为大家就够了，好不好？这边是我们工作里的一个能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感情，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感情我们4月份感情方面抽到的是心与心的谈话。两个能量。第一个能量，感情关系里的朋友啊，这边有2种情况。第一个呢是你们2个人的感情，如果有任何的矛盾、误会甚至是最近有一点冷淡，那么4月份的时候呢，你们需要有心与心的谈话和交流。心与心的谈话和交流在感情关系里，任何关系里都很重要。它是一个评估，它也是一个确定，更是一份滋养。如果2个人的心还是同一个方向，还是对着彼此，心与心的谈话能够化解矛盾，能够增强彼此的信任，也能够更加明确你们前方的方向。如果2个人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了，心与心的谈话能够让双方彼此有一个机会去做一个交流和表达，也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去明白和读懂对方的心意。所以这边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2个人的心已经不在一个方向，4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机会去让对方明白你的心意，你也可以用这个机会去询问对方他的心意，从而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清醒，更加的明了，从而可以在感情关系里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自信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爱，自信勇敢的去追寻自己人生的方向。要么2个人的关系在4月份的时候加强加固，变得更好，火元素1；要么2个人发现了2个人的心如果不在一个方向里，做出勇敢的决定，勇敢的面对，新的可能一触即发。所以我们在讲生命它是源源不断的，我们不要有一颗畏惧的心，我们要有一颗勇敢自信的心，去面对无论是什么，去面对无论接下来会怎样，宇宙会在前方接住你第3组牌的朋友，你要相信无论这个路是什么，无论这个前方是什么，你要相信，自信勇敢的面对，不逃避，不躲闪，前方无论是什么，宇宙都会接住你。你要的将来，你要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一个人身上，一件事情身上。你要的美好是你内心的显化，你值得拥有。 OK， 好，最后的一张牌呢是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这个是作为补充信息或者是确认信息来给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春季春季，他说你内心之所愿会在春季得到一个完全的显化。当花儿开了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成真，当花儿开了的时候，你的心愿就会达成。春季，春暖花开的季节。那么这个能量对于北半球的朋友来讲很近，今天是3月底4月初，就是春季。所以我觉得对于北半球的朋友来讲宇宙告诉了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线，真正的美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将会到来。你内心想要去显化的那个真正想要的东西，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你的面前，你将拥抱它，你将拥有它。那么南半球的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由这个秋天由夏转秋再到冬。那么我觉得如果是北半球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时间会长一点。那么如果是春季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还等一段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我们在讲2-3个季的这个时间里面，好几个月呢，那么你需要去，我觉得是期待它，然后呢去勇敢的显化它，不是不来，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宇宙当前呢，给你更多的时间轴线，给你更多的肯定和确定，春季你的想法就会成真，春季你的心愿就会达成。好，那这里呢是我们今天所有看到关于4月份我们这边的一个能量连结，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接到这个好运，祝福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在4月份过得开心，过得顺利。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下期再见，拜拜。